钱一定要放在口袋里边。现在这老同志已经离不开这个三蹦子了。二嫂来接阿南去医院了。秋莎在看什么？霸道总裁短剧。没错，兄弟们，农家小院盖新房一天一个样。今天我们终于是把小院的硬化给做完了，最后成果那是相当亮眼。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不前2天我们已经开始内装了吗？这个俄罗斯大兄弟活干的还是非常精细的，各种专业设备也是一大堆，就是这效率简直是有点慢，但也没啥办法，反正人家活干的不错，能弄好就行，慢点就慢点吧。他这边进度慢，我们这边也不能闲着，眼下是能干啥就赶紧干，整着后面所有活都堆在一起了。 OK， 兄弟们，今天我们继续开工，就是怎么说，为了赶进度，我们一天都不敢停了。就是屋里面我们那个帮不上忙嘛，然后我们就干外面。就是今天我们准备要把这个地面铲平了，就是铺平了之后，然后上面铺一层石料，把这个先这院里面弄板正了。开干，兄弟们！就地窖在前一天我们已经买好了，有大侄子和四哥拼命添土，那是小半天功夫就添完了。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这小院看着东西不多，但一清理不要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我们也是成车的往外拉。一会儿挖机基本上入场了，要把这个小院都打平。大家记得这个冰箱吗？这怎么还有一股死鸡味儿的？啊，2米的。Меня не будет продаж. 我说这卖废铁，到这儿说不想卖，我说你这留个纪念是吗？他说我不想卖。传家宝。对，这个都得到苏联时期吧？我肯定必须到苏联时期。哦，这大铁疙瘩。Я думаю, понимаете. 这等我们把小院清理的差不多了，施工队也开着挖掘机过来了。看样子像个小沟脊，正好院里太大了不好操作，不好作业。今天啥任务啊？今天任务就是把这个先弄平了之后，然后石料过来，然后再铺平，然后压实了，把整个那个地面弄出来。石料的硬化地面呗。对，石料的硬化地面。这和施工队简单的沟通了一下，他们就开着挖掘机进场翻地了。我以为是上次那个大点的，这个正好，然后我看它铲斗也正好，正好平地面上，有方便。四哥咋来了呢？我让他把这个土从那个杠那块藏水，从那个那面地势高往下流水正好那土那啥挡住了。小哥看笑了，没见过这东西啊！这三蹦真万能啊！阿南跟老丈人通过内用这个三蹦子，虽然没少花钱，但是太值了呀！现在这老同志已经离不开这个三蹦子了。家里这大到小活都是这小车干，啥都能干，得死神器得天下。这挖掘机虽然不大，但干起活来还是挺快的。不一会儿，这小院的地就翻好了。因为定的沙石还没送到，所以我也是和挖机大兄弟闲聊了起来。那是万万没想到，这大兄弟这么有实力呀！人家还生个双胞胎呢，29岁，29岁，然后3个孩子，自己盖一个大房子，一个大院2000多平。我的妈！这小伙儿就是在俄罗斯就要正事儿的了，哎，有正事儿的，年轻有为啊！对。他就是这种接工程呗。对，接工程。
干这个活儿，他们干一个月活，这个机械很够的，很够用的，就是生活费乱七八糟的。我又发现了，他们这种技术工种真赚钱这边。对，你看就铺个地暖，1万多块钱，地暖上面铺那层水泥1万多块钱，然后铺一层地砖1万多块钱。对，那个电呢？电1万多块钱，电路就屋里面走电路1万多块钱，都1万多块钱。对呀，所以说呀，在俄罗斯只要有一技之长，这小日子就过老好了。他们不像说我说这个活干7天，我3天干完我接下一活，不的，钱挣够了就行。哎，我就该休息了对，享受生活。我不是说我赶快再接其他活。像咱们国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就是这个活抓紧干，干完之后赶紧接下一活，就是钱一定要放在口袋里面。对，下一活接完赶快下一活，一个月恨不得都不休息，就这么连盘干。对。要说这人倒霉起来，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刚才和四哥在整理车库的时候，不知从哪弹来个小布屑，正好飞到眼睛去了，那是给我整的老难受了。哎，你眼睛这么红啊？Я ее не вижу. Она сейчас со слезой выйдет. Гляси, да? Нет, там была маленький кусочек копейки. Просто вы не видите. Нету. Как нету? Да, серьезно? Зая, как нету? Больно, знаешь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Зая, там есть, я чувствую, там есть, ты чё? 我家小妮子尝试好多方法，还是弄不出来。真不巧，运送沙石的卡车这个时候到了，我们也只能先把沙子卸下来，然后再去附近的医院弄一下。这一大车估计是够了，够铺这个地面。反正这是感觉这质量嘎嘎的，对，质量好。这铺地面这也太好了。对，又结实，还能渗漏。对。等这沙石卸完，我也赶紧摇来了二嫂送我去附近的医院看一下。二嫂来接阿南去医院了，阿南光荣负伤了，刚才眼睛里飞了一个木屑，然后卡在里面了，怎么取都取不出来。现在他们去医院去了。在我去医院的这一会儿，我也是让表哥和娃吉大兄弟等我回来再开工。没想到表哥回屋休息，看到了让他两眼一黑的东西，这不妥妥的文化输出吗？秋少在看什么？霸道总裁短剧，而且最牛的是，它是俄语。给大家看看。这都配好音了。俄语的霸道总裁短剧，再看看阿纽达和阿丽娜在玩什么？这个游戏应该是咱们国产游戏，类似于是明朝啊还是什么呀？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游戏，值得可以大家打在屏幕上。阿丽娜这个也是。现在俄罗斯小朋友已经不看韩流了，玩着中国游戏，看着中国短剧，也算是咱们的一个文化输出了。以前这仨小姑娘都是看韩剧韩流，现在看的是中国短剧，玩的是中国游戏。这去医院走了一遭，咱也是满血归来，继续干活。音乐走起。外面有这个机械，小猫吓得都不敢出来了。这车是啥呀？这个就是那个铺完地暖、水泥地面的料什么的啊，工程队，这另外一伙工程队。哎呀，这个不少啊东西。等着明后天这个地暖管铺完之后，他们就入场了。这小石子路面一铺，小院就更好看了。一会儿铺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还有那个磕头机，就压路的，给它压实，看看今天能不能干完。
给屋里这个地暖上面打水泥，看来是一个大的工程量，来了4、5个工人卸，不知道正式干那天是不是那么多工人。都挺顺利，都全部都连上了。这个地暖铺完之后，下一个工程就直接进场了。对，然后外面这个地面它也不耽误事儿。经过大家半天的努力，原来的泥土小院现在已经铺满沙石，那是变得嘎嘎好看了。干爸爸。Eccolo qua fuoco, crai. No. Много Бога играет, да? Eccolo qua fuoco, гоняй. Красиво так и стало. Красиво, но... 视频到这儿，今天的盖房日记也就告一段落了。我是真没想到，把路面硬化之后，这个农家小院瞬间就变样了，颜值又提升了几个档次。眼瞅着农家小院一天一个样，老丈母娘和老丈人那也是高兴的不得了。这个碎石硬化路面应该已经很够用了，不但路面平整方便行走，下雨天雨水也会很快渗到土里，一点都不会堆积，简直不要太完美。行了，兄弟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后面继续给大家更新农家小院盖房日记，咱们下期不见不散。这是咱们所有工程队里面人数最多的一次。今天这个工程队就让我有种感觉，这是盖房子。大家看这个水泥和的还是比较干的，不知道咱国内是不是这种工艺，干不到1小时。干一会儿就是没错，兄弟们，农家小院盖新房一天一个样。今天我们迎来最强施工队，终于是把全屋地暖铺设完毕了。视频最后给大家公布一下价格，你们也感受一下我这波是赚大了还是亏麻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经历了前一个大兄弟6天的施工，屋里的地暖管终于是铺设完毕了。其实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这点活一个人好好干，最多3天就能完工。可这个大兄弟工作比较松弛，愣是干了6天，眼下就剩最后一步铺设水泥了。这波水泥师傅我预感还是很靠谱的，第1天卸货就来了7、8位，这也是农家小院盖新房最多的一个团伙了。今天是个大工程啊，马上开干。7个工人就做这个地暖的水泥地面，这会儿有意思，自己带个罐带个锅。对对对，一会儿他们肯定是中午或晚上自己做饭，因为工人比较多嘛。对，就是谁家也不给他包饭的。挺专业这活人瞅着。这是咱们所有工程队里面人数最多的一次，以前都是2、3、1个，现在一下来7、8个人了，这小院直接整满了。就半专业吧，你看他这个东西平地的那种，挺专业的。我看刚才在车上还卸下来不少那种机械。都说差生文具多，不过这专业团队工具也不少啊，大的小的那是哐哐往屋里搬。А к нему кушай, сами посоединяй. 这种大粗电线，我让他们用这个板垫一下，要不他们一走，我怕把管踩碎了，人多。不得不说，人多就是好办事儿。一群大兄弟那是分工明确的很，有人切割，有人勘测，有人搬运，有人布置，这活干的是井井有条的。这个墙边的四周还铺了这个类似于泡沫的东西，把这个墙边的木头都保护住了。这等和包工头沟通好，做好了水平测量，几个大兄弟就咔咔一顿开干了。这样的小袋儿它比较方便，方便的。你看这个机器，这个机器是找平然后压实的机器。我之前在就是那种建筑视频里面见过这个，但是不知道叫啥玩意儿。这时候云监工们把叫啥打在弹幕上。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工程队就让我有种感觉，这是盖房子。对对对对，就是有盖房子那种气氛。对，各司其职那种。对。就人特别多，然后一起在这儿忙。对对。之前就2个人、3个人，挺有意思。
包工头也有包工头的样子，戴个大墨镜，拿着手机打电话，真帅呀！对，这个活他真得人多呀，人不多那得干多少天呢？你看，就这那一堆水泥，这一堆沙子，这几个大兄弟嘁哩咔嚓，一会儿就搬完了。这就是干水泥吗？这样就开始铺了吗？看来是这样的，他们和这个地暖这种水泥不是特别湿，然后阿南跟我说是干水泥，这就是干水泥。大家看这个水泥和的还是比较干的，水分很少，这边就是这么弄的，不知道咱国内是不是这种工艺，是不是都是这样弄的？这伙人干活也太麻利了，这10多分钟，这一个屋子就铺好一半了。然后他这个机器终于上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机器是怎么工作的，像打印机一样，挺搞笑的。其实这就是自己干活和包工头带工人干活的一个差别。之前铺地暖管那个大兄弟，他就属于自己干活，他干快干慢都是自己挣钱的。这伙工人很明显就是包工头带的，然后他们就是小工。这些大兄弟们都在忙，包工头也没闲着，正在给大家做饭呢。有点像咱们中国的馄饨，汤也是有味道的，下的饺子，俄罗斯小饺子，还有辣酱。这会工人的待遇也可以了，包工头亲自下厨。就是干多что ли? Но, всякое разное. Сегодня видим, командировочная атака с нам лучше, чем в общак. Нет, да по-любому пробовали. 这火车还是非常可以的。今天单单一餐，这是咱们这么多波工人，第一波自己做饭的。对，第一波自己做饭的。这简单的吃完午饭后，这群大兄弟们也是没休息，又投入到工作中了。今天这视频拍出来可能就有点很无聊，因为一点都用不上我们一点伸不上手，都是他们干。然后吧，这里边空间还很小，我还不能经常进来，因为特别的当害，耽误他们干。要说这伙大兄弟干活还是非常麻利的，7个人上来哭哧一顿干，没一会儿客厅和厨房就浇筑了一大半。从他们干活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伙人和之前做地暖的大兄弟是两个状态。从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之前乌苏别克3兄弟的影子。这么一看，今天完工都是有可能的。可接下来的沟通中，他们的安排属实给我又上了一课。那个工人师傅也说，包工头也说，其实1天他们就能干完，但是他们安排了2天。你们说这是什么逻辑呢？就是我1天能干完，但是我要干2天，多给这几个工人点这个工资，1天1节，2天他们多挣点，搞不懂。没错，兄弟们，你们没听错，明明是1天能干完的活，包工头大兄弟定是安排了2天，不过多1天也无所谓的，不差这一会儿。这伙师傅活干的还是很像样的，慢工出细活，最重要的是效果要好。就在工人们不紧不慢的铺设水泥时，老丈人的老朋友也是过来参观了一下。我这老丈人也是滔滔不绝的和朋友介绍起来了新房子。哦，我的老伙计，你吃过了吗？你怎么知道我的新房子快要建好了？我是问你吃了吗？在铺地暖了。我在问你吃过午饭了是吗？是的，是的，我女婿给我盖的。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好嘞。又拉了一车材料过来，就是沙子，上午2车沙子都已经用光了。这一会儿进度是真快呀！屋子里现在就剩2个小房间没铺了。这玩意儿还挺费料，现在这是第2车料，应该算是第3车了。啊，对，第3车。原先他已经卸过一车，然后早上来一车，对，第3车。给大家看个进度吧。现在是刚下午4点啊，
这边黑天得到晚上9点了。你看，整个客厅那边几个屋子全磨好了，现在就是这一块地没磨，还有屋里的2块地。这一片出来，再加上这2个小房间，就结束了。但是估计他们会留到明天，就是到点下班应该会。因为剩的活不多了，这群大兄弟也是4点多就准备下班了，剩下的就等明天上午再来继续做。Day 2，我就觉得这7个大兄弟今天就是来度假的，找个理由给自己出来待1天。因为今天这个活儿，如果他们快点干的话，有1个小时肯定能够干完，特别少，就1个小时，就是1个小时干完，剩下打磨时间1个小时，最多2个小时吧。因为打磨就需要2个人，其他5个人就休息就好。太搞笑了，这几个大兄弟干了不到1个小时就在这唠嗑了，不过一个个挺开心的，有说有笑的。他们这活干的是真放松了，休息了。我的妈！干不到1小时。干一会儿休息。他今天活真是不多呀。你一下整完多少？他们这工作状态就是很有松弛感，松弛感形容他们是很贴切的吧，就是不紧不慢，自己有自己的节奏。终于接近尾声了，这是最后几袋沙子，大家看一下，都已经盖到，一会儿把这个沙子铺满，一打磨，今天的工作就结束。现在里边不好进，等过2天干了再大家看，估计有个2、3天的话就可以人在上面走了。然后施工的话要等个10多天。最后的收尾工作做的可细了，一点坑都没有，就是有一点点坑，他们都要填平、抹平。剩那点那啥，剩那点铁板啊，我都卖给他了。收了？对他给收了。他说他能有地方用，要不剩那个咱也不用了。对，就直接给他，便宜了2000卢布给他。啊，他装去了呗？对，结束了。其实，我感觉他们7个人吧，已经挺快了，但是还可以更快的，对，就可以1天完事儿的。然后，但是他们现在弄了1天半，反正也整体来说也行啊，比那个铺地暖强多了，不5、6天。又完活一项，任务又完活一个。下一项等着它稍微干一干，然后就阁楼我们就开始自己弄那个扣板扣一下，扣完之后等那地面干上差不多了之后，就开始那个刷墙，内部刷完墙之后，然后铺地板砖。但是铺地板砖他跟我说最少2周左右，对，最多的话28天才全部都干。他说问问那个屏幕前的朋友们，就是这100平左右的房子铺地板砖，咱们国内需要多久？他们多久？他们说10天。不知道，咱不懂这工序，但是想象中没有那么长时间。对，就那么一点屋子，地板砖还大。对，铺10天。他也不是说那也不用找平了，那个现在地面水泥地面他已经找完平了嘛。他只是说抹那个什么腻子，抹那东西，然后直接贴就完事了。看吧，没准更快。对，休息。我们出发休息。行了，兄弟们，视频到这里，整个地暖安装工作也算是告一段落了。前后一共耗时8天，套内大概100平的面积，咱们国内应该比这个效率快多了吧？最后公布一下施工价格，前面铺设地暖管和屋内水管一共是14万卢布，今天干水泥铺设地面一共是15万卢布，全部工费一共是29万卢布。大家感觉这个价格怎么样？欢迎留言评论区。农家小院盖新房，咱们下期不见不散。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啊。凤老乡呢？没错，兄弟们，农家小院盖新房又有新进展了。我们今天又拉来了外援大侄子，这阁楼装上扣板，一下就亮更多了。事情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我们刚刚把1楼的地暖安装完成了，因为要等水泥干透才能继续，所以我们就准备先开始2楼的施工。本来姐夫要接手我们内部装修的，可是前2天安德利又临时有事儿了，说是要9月份之后才能有时间，而且具体时间还未定。考虑到如果9月份之后才开始开工，
那今年寒潮来临之前入住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等姐夫了。家里人能干的就家里干，技术活就找新的装修师傅过来。OK， 兄弟们。阿南工程队又开干了，怎么说呢？就是之前我和姐夫已经定好的，就是这个月那个开始干活嘛。姐夫突然间放鸽子，说9月份他才那什么，我等不及了，我等不了他了，临时传了个班子，然后开干。我带着那个蛙娘，然后还有那个大侄子，我们一起干。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是不是兄弟们？1、2、3，开干！包工头阿南，副手大侄子。再来一个副手蛙娘，开干！这个时候的 BGM 古惑仔啊，扔！这楼上是谁来住的呀？这帮人是真能找啊，又入住了。楼下住不了，楼上又入住了。要说这扣板还是想的太简单了，要想扣好扣平整，还真的需要好好规划一下。干了一会儿后，我和我大侄子还有蛙娘就开始头脑风暴，最终也是规划了一个合理的方案。要说大侄子这小子是真不错，头脑灵活，一说就通，干活还卖力，我还是非常欣赏的。为了验证可行性，我们也现场找了装修师傅的视频。在看完视频验证了我们计划的可行性后，我们也是正式开干。我下是自招呼，手指脚抬头漫步，笑容你还挺酷，阳光晒过的路，这不是年轻的温度，里面舒服，醒了闹去的树木，是否觉得模糊？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保持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要转变的不玩耍成片屏幕，不断变的风直线加速，奔跑在文化的旅途。开了无限空，是我回家的地图。我渴望我的幸福，你若不懂我爱我不哭，专心演出我的天赋，醒了闹去的树，洗一口纯阳就漂浮。照葫芦画条了，还可以，能干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反正阁楼本身它的用处就是那啥嘛，就是来人的时候过来住一下，就是基本上都是1楼住人的时候比较多，2楼就简单的装一下就 OK 了。咱弄的吧，肯定没人专业的那好。对，反正就阁楼嘛，简单装一下子，具备那个住人条件就 OK 了。住人的话，这所有的阁楼全扣完之后多少钱了？又1万多，1万多。现在就跟1万多干死了，就焊死了已经。对，一问就是1万多，一问就1万多。只要你动点工费，就是那个用工的话，那就1万多，1万多。我说的算了，我这1万多我省下来，我自己弄。他是按照平米算钱的。我寻思，那你阁楼没多大平，我说按照这么计算的。你说他是按怎么计算？按墙面。他是按墙面计算的，把墙面的尺寸都量好了，然后加在一起，然后这么算多少平。一开始他们说，你知道吗？500卢布1平，后来我说500卢布1平也还可以，我这刚60几平，60、70平，5、7、35，35000卢布，4万卢布。然后后来他说啊，不是按照你这么算的，是按照整个墙面，就是哪面墙都得量好了之后，然后一共是多少。我说算了，拜拜。这样的你看三个人整不整的也还行。我在这几天做个比赛，几百位数。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天塌的高个顶着。对，个高，傻子干活真利落。和四哥就不是一个道行，四哥有点肉，不是有点肉，非常肉。聪明的四哥已经戴上口罩了，这里这个灰尘太大了。简单吃过晚饭后，我们3个臭皮匠又开始开工了。这活是越干越明白，分工是越干越明确。大侄子运材料加测量，蛙娘负责切割，我负责上墙。没一会儿就铺设了一大片，这感觉真和俄罗斯方块差不多，太解压了。OK， 今天结束。
好，我们是下午到的是吧？对，下午时候开始的，下午4点嘛。对，4点，马上9点，马上9点，5个小时呗。5个小时，看这点就不行，也不少了。其实这东西看着简单，我这好东西对，块块得往拼，然后挨个转，你还得要费工麻烦，你还得考虑对齐，对，这缝隙变小，角还得拉，挺麻烦的。一开始我感觉这玩意儿挺快的，一个摞一个就完事儿了，真没那么简单。然后明天我回趟市区，那个大侄子还有娃娘，他俩先弄的。兄弟们，今天晚上结束，然后明天咱们再干。由于我们从市区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这活一天也干不完，剩下的我们就留到第2天再继续了。OK， 兄弟们，又是干活的一天，然后今天继续干，兄弟们。我之前不说了吗？我说给这那个娃娘还有大侄子，就是一个惊喜，就是我现在去给他们置办惊喜。大侄子吧，我给包红包，然后那个娃娘吧，他一直说想买个自行车，然后我一会儿那个叫廖山带我去给娃娘买个自行车，挑一个就是性能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要和二哥一起去城里给四哥买个小礼物，所以我也是和他们说要去城里办点事，让大侄子和四哥先干这活。二哥带我给娃娘买自行车的，呵，我的个妈，价格挺贵呀，一个自行车2万多，就这几辆，没有选择性。俗话说货比三家，这我们对比了好几家店，最后也是找到一家价格和车质量都还不错的店铺，而且没想到老板还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Вот этот вообще 18500, мы скидочку сделали. Вот такое, например, литье. Оно будет 16,5. OK， 兄弟们，买完了自行车。刚才买自行车的时候，老板还是中国人，挺好，然后给我就便宜了。没错，兄弟们，没想到除了买个自行车都能遇到咱们中国同胞，而且老板也是非常客气。原先16000多卢布的自行车，老板直接给了我们批发价1万卢布，都快便宜一半了，那是给我感动的稀里哗啦，以至于都忘记拍摄了。这等我和二哥把车买回，我们也是先把车放在了二哥家，等晚上干完活再给四哥一个惊喜。这我出去了小半天，没想到四哥和大侄子的工作效率也是杠杠的。等我回来一看，这扣板已经涂了不少了，我也立马加入了战斗。进度还挺快的，一上午，这半面墙快弄出来了，可能细节上没有那么完美，主要是大家也都不是那种专业的工人，能弄成这样，感觉已经很不错了。阿南在做客厅的，四哥和阿南一直在做客厅的，这活干的给阿南都干不说话了。这活就是太细活，太繁琐了，一块一块的，边边角角太多。对，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板儿是纯实木的，就一点别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打在屏幕上，没有甲醛，零甲醛，纯实木。这个小屋都是大侄子自己干的，感觉怎么样，大家？OK， 兄弟们，给大家看看这2天的成果。就是大概的图形已经出来了，看看这扣板往上一扣，整个房间立马变了一个样。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不跟大家说了吗？说给他们2个人准备个惊喜，所以说现在我去给他们准备惊喜，然后一会儿让他们先别走，干完活先别走。这个哼哈二将还是挺靠谱的。对，啊，这上面过2天刷不刷油啊？上面都肯定要刷的，对，都刷那种油哈。对，防护那种。一刷那油就更漂亮了。对。因为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活就干到这里，接下来就是四哥送惊喜的环节。这个自行车还有点渊源呢。一开始我去各个商店去买，都18000、2万卢布。
因为我知道我在那个市区里面买过，都是12000、13000，这样的，我感觉有点贵。我说那去看其他的吧，正好看一个小市场，售货员跟我说啊，这个车16000，然后不大会儿过来一个亚洲面孔，我说你是中国人吗？他说是啊，我说这碰老乡呢，碰老乡呢，然后俩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说这个车多少钱？他说咱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同胞，然后给你我的拿货价格，1万卢布到手。那个老乡不知道你是做自媒体的是吧？不是，不知道啊。给咱中国同胞点赞。对呀，给咱中国同胞点赞，真是这样。走吧，老乡见老乡，眼泪汪汪。给大侄子的红包。这两天他们也辛苦了。不知道。Аша, я что, вас мы что ли кулисы сделали? Сначала Ваня. Сейчас подожди, Ваня здесь стоит. 晚上有点懵。哦。晚娘的梦想。Все, смотри, даже с этим. Пить будешь Кока-Колу? Да, пить будешь. МБТшный? Или чай ставить. Поздравляю. Круто. Это мой подарок тебе.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 Ты хоть прокатись, ты хоть прокатись. Да, конечно нравится. Ты только не расколоти как тот, ладно? Все, давай, от бедра, как я тебя учил, от бедра. 让四哥骑一圈。Цветочек. Да? Будешь кататься на водогон? 哦，加速了。我现在给大侄子包红包。那挂上。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се, Вань, я себе пойду такой же сейчас куплю. А это что ли притулево? Что как... У меня прям важ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А у меня тоже поднялось прям... под конец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Че, полезешь пить дальше? Я говорю, пить дальше полезешь. Берите дальше, вот все. Пошел. Велосипед, на велосипеде будешь залетать. Давно四哥就是很久以前就特别想要自行车，趁着这次机会，我说送给他自行车，挺好。Бывает просто до магазина там надо будет съездить, а бывает то, что мопед разряженный. Или там до друга чик съездить. Что удобно. Но летом вообще удобно. И погулять можно. Да, покататься можно. Покататься. Удобно. Самое худшее прокатить. Я говорю, если Ваня разрешит. Ваня, за хлебом-то разрешишь съездить? Ну я подумаю. Аккуратно, если только. И в каске. 行了，兄弟们，看到四哥得到自行车后那么高兴，我的心里也是暖暖的。四哥平时非常低调，永远是干最多的活，吃最少的饭，人总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怨言。就算是一辆小小的自行车，对于他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他平时去上班也会非常方便，别的也不多说了。明天是光明的，就祝愿我四哥，你们喜欢的瓦娘越来越好吧。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